あ、どうもどうも。はい。はい。サインください。合ってるかな？ OK？ はい、はい、糸に。はい、どうも。はい。OK。はい、どうも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どうも。耶！今天我的窗帘到了。OK， 现在是早上9点半，其实我们已经起床了。本来今天预计的行程是要出去采买东西，但是今天下午2点是不是要做什么工程？热水器装好了，它的保暖设备的工程是由另外的厂商来安装。现在呢，在家吃早餐。昨天去超市买的小披萨，重点是这个披萨一个才200多日币，也就是折合台币大概60块左右。然后我们家没有盘子，所以只好用砧板。不止没有盘子，我们也没有烤箱，所以我是用那个微波炉的烤箱功能，觉得好像没什么效果，这样微波，觉得看起来就有点像 cheese 没有融化那种感觉，但吃起来是蛮好吃的。装窗帘之前呢，我想要先完成我的地板。有些人问说，为什么这边有一块看起来颜色不太对劲的？我就是用贴纸把它贴起来的。它其实就是被紫外线晒到裂化的木头表面而已。不是，因为它看起来真的色差有点严重，所以我想说，用这个胶带至少颜色看起来就是比较接近一点。那时候试贴了一下，觉得效果还行，所以这次继续贴。你上次是贴横的，这次变贴直的。它也没有一定要贴怎么样。其实这样不会很好笑吗？原本这边应该有放个沙发，你看从这里，这边挡住啦，这边就没有被晒到，这边被晒的。如果现在去买地毯贴什么，好像我们没有多久就要把它换掉，就觉得这个胶带片又好用。贴成这样不整齐是合理的吗？没有啊，等一下最后前后再一条把它贴起来，当封箱胶带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卷胶带才100多块日币，真的很好用。而且我想讲一下，其实日本人也很喜欢贴壁纸。我们看了一些 DIY 的，日本人喜欢贴非常多种壁纸。贴壁纸跟贴胶带是两回事，就一样贴上去的概念，差很多好吗？我现在这一片贴完了，至少它看起来不会落差很多。然后呢，重点是这边不是凹凸不平吗？这边再贴一片就好。这样，你看这个边是不是就变漂亮了？干嘛这样子？对啊，贴纸装潢。而且我发现原本的屋主啊，他有些地方是用这个贴纸贴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。我完成之后，这一片是不是就同色掉了？虽然这边这一块还是怪怪的，但是就这样子咯，至少它是一个色块，就这样子。还是我买多一点胶带把整个。你要贴整间房子的胶带，不如干脆直接贴地板贴。好，换你的窗帘。窗帘终于到了，看我们的窗帘轨道里面也是有2个，他们都会做一层这种遮光帘，再做一层蕾丝帘，这样子你拉开来的时候才能有那种半透明的感觉。但是碍于预算的关系，我们目前只做了遮光帘而已。我觉得白天外面的风景是好看的，之后再加遮光保暖效果。他有说他的这个钩数是固定的，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那个钩是不是要另外买？我算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10个钩。上面有没有20个轨道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觉得日本是不是固定就是10个？不管你窗帘的大还是小，固定就是10个。日本就是一致。我想讲一下，日本为什么会说一致呢？我们看的房子啊，比如说厨房有什么柜子，或是有什么浴室，基本上这一区的房子大部分差不多都是那样子。除了跨世代的新的建筑结构，例如你是洋房你不是日本的住宅，要不然的话，基本上90%进门旁边就是厕所，厕所旁边就是楼梯上2楼，而且家里面都会有同一张桌子，对，一模一样的桌子。我们看过非常多的房子，然后其实大家家里面就是大同小异。我觉得一个高度标准化的社会。在我勾之前，我就要拿抹布把它擦一下。发现我的身高是擦得到的，我就直接这样擦就好，连梯子都不用准备。而且它轨道是一致的，有内跟外，一模一样的，真的还行啊。50年的污垢，用湿抹布的好处就是灰尘比较不会飘。先把这个轨道的边上端会磨过这个轨道，你的窗帘布就会在这边摩擦这个轨道。好。那你多擦几次好？不过上面你也看不到啊。不要这样讲，我看得到。试试看这个电解水，所以我喷一点电解水。
它就会轻松很多。电解水是用什么做的啊？它就只是利用电解的方法，把纯水变成碱性的。所以它会有毒吗？没有啊，就只是水，碱性的水。擦不掉，好神奇哦！有人说你们都没有做什么准备啊，我想说刚好擦到窗户，你要不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窗户到底有多厉害？其实很多人担心我们在北海道冷死、冻死，但是就像我第一支影片讲了，这个屋主其实他本身生活条件不错，所以呢，我们客厅不但有2层窗户，2层都是气密窗，这里面这层呢就是一般的气密窗，阿鲁米的。来，让我打开它。打开之后呢，我外面还有一层更高级的双层气密窗。你注意看这个玻璃，这是双层来3层玻璃啊，我看不出来。而且重点是这样打开也不会冷，好神奇哦。反正总之呢，保温隔热。对，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严重。我们尽量分享有趣好玩的画面给大家，但是有些地方没有讲到，不代表很不好，可能就是我觉得它就现存了，我就没有再跟大家分享。对，而且还很多人说什么爱比较，就说啊你跟那个谁谁谁不一样，这就像什么？没事，我以为你要说邻居又来了，不是邻居，是过年亲戚。过年亲戚怎么了？他说我还以为过年亲戚来了，你也不看看三叔公他女儿都考律师了，你还在这边打电动。这可以播吗？我们现在就把它装上去吧。看看这个挂钩，它也是可以调整高低的，这样。看你要挂到哪个高度。那你跟其他的用一样啊？你看其他的，我先挂第一个，看这高度是不是我的啊？我现在还有一点，它虽然有10个钩，但它其实还有一个头，所以其实我可以放掉一格。它的这个钩子啊，本身还可以调，因为每个人上面状况不一样，真的很贴心。我当初问他的时候，他说建议少1公分，他说一般少1到3公分都是可以的。这应该有2公分以上，我们刚刚说是少2公分吗？觉得可以再放下来1公分左右。这样才是窗帘钩的高度。感觉很简单哎，什么都可以用组装的方式组起来，很强啊！你有说过宜得利就是日本的 IKEA， 日本的东西比较细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毛比较多了。这是赞美还是骂人？赞美。我后面的灯先把这边勾着，别跑。越来越暗了。遮光保暖，断热，还有抗 UV。天都黑了。好了，搞定。看一下这个高度，可以呀、再加上我的地板贴。你觉得皱褶感呢？它预设就是这样啊。而且这平常也是拉开的。我刚刚忘了插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个我擦了。你再讲一下，你刚刚又啰嗦了什么？我哪有啰嗦？我是说它这个窗帘钩设计成这种可调式的有2个好处。第一个是它在运送过程中，它不用伸到最长，这样子你看上面会凸一个头，运送包裹的时候比较可能碰撞或者是不整齐。第二个就是你未来久了，有些人会担心布料它可能会有拉伸性，挂久了会比较垂，然后就会拖地了。那你就可以调整可弹性。一瞬间窗帘都装起来了，它可以粘住吗？下面有磁铁吗？没有，下面没有磁铁。磁铁还不错。好，等一下我退后一下，突然觉得我们窗帘很白，是蛮白的。配上我的雪景，锵锵。就这样咯，窗帘完成。那遮光真的不错，真的。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要来买这间房子的时候，还有人留言说这房子采光看起来很差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日本的这种独栋的木造房屋啊，采光都很好，因为他们窗户都非常的多。客厅有大面的落地窗，每个房间都有窗户，厨房、走廊通通都有窗户。会有那个错觉，是因为我们进来拍片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其他额外的光源，就只有日光。那你现在帮我把灯打开会是怎样？好像也没有亮很多。对，因为日光真的很亮。还有再来就是我们房屋的木头色，它已经经历了时光的摧残。天花板的壁纸感觉都可以再换，可是我不晓得到时候天花板要不要拆，因为我在Virgin Voyage上面买一个吊床，我想说，这边如果可以放吊床的话，但我有个疑问，我现在有沙发，所以我还需要吊床吗？买都买了。我那时候想法是这边有一棵树，然后吊在这里，感觉就是很 chill， 可以这边喝饮料啊，然后吊着这样看风景或雪景之类的。晚一点再说。拆了再说。来了，里面有拖鞋，今天来拆。Slipa。浴室出来有闻到煤油的味道。
灯油の匂いがしました。匂いがする。ちょっとし。ここのやつ。OK， 他现在还在，等一下，还在进行保暖工程，承接的工头嘛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他跟我们说大概要1个小时，他先去忙办公室其他事情，所以这保暖工程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快。即使是专业的人都要花1个小时施工。礼拜3要丢垃圾，有没有时间限制？我觉得应该是白天吧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个垃圾桶。等他结束好。然后我们再顺便去 Sekomado， 或者我去。现在要出门去买饭团，你看今天天气多好，都不用煮雪，旁边都融了。超棒的！今天的气温其实还是蛮低的，现在只有零下4度，然后体感温度到零下7度，甚至有早一点看的时候是体感温度在零下10度。虽然气温低，不过天气很好，所以开马路状况都是不错的。但是好天气也不全是优点，像这个地方表面的雪都没了，剩下下面的硬冰，这个冰呢就非常的滑，要走路小心了。所以，除非好天气再持续，让这个冰都不见了，要不然，还是这种雪安全。发现一个有趣的，这个圆圆的就算了，这是谁的脚印？有谁猜得出来？这个布具，狐狸吗？猫？狗？不知道。你看这河堤旁边，很屁的人也是很多嘛，在这边玩，我也好想去哦。一样买2个明太麻油。Sekomado 特别友善，拍照录影是可以的哦。补一下画面，一样是来 Sekomado 买我爱吃的饭团，但是这前面这条非常崎岖啊，这边还有大山猫在铲雪中，超酷的。我找到凶手了，这脚印虽然看不出来，但踏出来以后，这是狗吗？应该是吧。不要以为我抓不到你。OK， 你回来了，结果他出去了。你老公这个大聪明，除了知道买饭团回来之外，我还探险完了，拍了很多好玩有趣的东西，而且我还发现他的资源回收跟垃圾分类的地方。我们家社区前面的垃圾桶，他有写说当天的早上8点半以前拿出来，所以我时间早就超过了。现在是礼拜3，里面都是星期4的木曜日的，里面都是纸类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丢垃圾。所以大家都是前一天就先放好了。我刚才去看，里面已经是纸类回收了，所以他们是前一天就要放。不白痴了，我看带垃圾应该礼拜6还好，不要到很冷。外面跟冰箱一样，你知道现在外面几度吗？零下4度，体感零下7度。好，我看出去除了几个小学生放学之外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路人，而且那个路人呢还有戴耳罩，围巾围到这里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看，然后他还看了我一下，这样，他想说这个人在路上这样。有人一样跟我喜欢吃饭团吗？我觉得这个超好吃的，北海道特别喜欢。我那个没有啊，你要赶快去摘，人家在施工都会冷死。已经快要没有得施工了，结束就没了。对啊，但还是要在啦，就是说你总不能就永远这样。超强的，这都要重新做。我说真的，我这样看啊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复杂很多。对不起，我肤浅了。我用台湾人的思维，我觉得他只会弄热水器那边，结果他是整个旧的都换掉。真的超猛，有点 shock 到我，难怪他再去买3条那么长的。对啊，我告诉你，亚马逊90公分2000，很贵啊，超贵的。我突然觉得报价很便宜啊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我觉得他真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一样的那个位置很冷。对，我真的是哇塞。OK， 嗨，哇，拿手机跟他赶快沟通神器。私たちはそのうち道東に旅行に行くかもしれません。それで湯沸かし器の電源は入れたままにするのです。OK。なかったら、はい、LINE。拜拜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OK， 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52分了，快要4点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完工的结果。我只能说，还好不是我自己做，你看看他做的，从这里包覆
密不透风到这里，除了这个中间这段，因为这个要水栓，到下面到这后面。他们这边啊都是有一个洞，这到时候可以把它埋起来吗？有人这样搞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这个洞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吧。没有多看几间其他人的房子，应该注意一下。然后你看后面这每一根管子，这个是白白的，这个是他们旧旧的。对，到时候可能再擦一下。然后它这个连接的地方啊，它用这个金属胶带，这胶带就是封口的啊，它把它封起来嘛，避免冷空气跑进去。然后这边也是到下面后面，所以后面的管子其实也有哎、你过来看哦，对，很多哎、然后包括这里新旧衔接，对，要不然你这样接起来，所以旧的这管子其实也有哎、可是我说真的，上面那个白白的看起来上面就是已经灰尘，然后擦一擦就可以了吧？对，唯一剩下一段就是这边掉下来的，这当初这一段掉到地板上，我把它捡起来丢掉了，所以这边少了一段。总之，这个保暖工程，我觉得包含在里面，其实真的省下蛮多心力的。你就光看他弄这个弄了2个小时，我就觉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希望我们洗澡的热水会更舒适，它是软的。好啦，我第一次见识到那日本人家里面的热水器，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。然后他刚刚有告诉我们，冬天如果我们长时间外出的话，他说可以的话，最好准备一台小的电暖器，保护这里面的可这边有管道。插座吗？啊，有这边。有，他说，因为我们虽然可以把水排空，但是你不可能完全排空这里面，还有就是混合，就是冷热水混合的地方的水龙头里面的水，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会冻结。冻结就麻烦了。对，所以他说，如果长时间外出的话，最好可以准备一台小台的电暖器。这样会危险吗？可能北海道的习俗就是这样吧。那就再研究一下看怎么做。对，那不过其实这种机器它本身它都有冻结预防冬季嘛，这要通电。反正就是要好好照顾它。这一台真的是不便宜。待会你也有看过我这个功能介绍了。有啦，你也没有分享你澡洗的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他没有用浴缸啊。你看我这个空间，你有没有住过那种日式旅馆小间的？它澡堂也就是这样而已，而且这个水啊又大又舒洗。好啦，那个淋浴功能 OK， 那个就还没有时间刷，就好。今天先这样子。OK， 晚上来吃个吉野家。我说真的，今天好天气啊，这个冰最危险。我早上影片有讲，今天好天气的缺点就是上面的雪没了，剩下下面的冰。你不要跳，赶快进去。今天想吃锅，看一看去吉野家比较划算，而且我还以为我溜冰了。987牛肉寿司烧，牛肉寿喜烧，这个就是什么鸡酱肉。其中一份还加了肉，加2213。我是有面有饭，好像猪哦。那你的肉超多的哎，觉得分量真的好多。